快点扒拉！这堆可是内门赵大老爷刚倒下来的废炉灰，若是能从中找出半点有用的药渣，够你们这帮人吃上3天0米了。呸！这吃人的修仙界，仙人炼废的毒药，我还得当个宝贝护着。王老头又中丹毒了！叫什么叫？拖出去处理了！这老头这个月的口粮没收，全当丧葬费了。都给我继续干活！哼！人命如草芥，若是哪天我也倒下，下场跟王老头一模一样。这葫芦除了结实，啥用没有。要想活下去，就得比石头还硬。疼死我了！这是一颗炼制失败的聚气丹，但这颗失败品蕴含了成倍的丹毒，横竖是个死，吃毒药说不定还能诈尸搏一把。什么情况？我的血这么管用吗？哎，我的大药！就好像那半颗废丹被葫芦吃掉了一样。谨慎是一个底层杂役能活到16岁的唯一秘诀。只要这葫芦有什么不对劲，我立刻夺门而出。1、2、3， 3道丹纹，这是传说中药效完美、毫无丹毒的极品丹药。我的个乖乖，这不是做梦！昨天半颗剧毒无比、黑不溜秋的废丹，在葫芦里待了1晚上，居然变成了一颗极品聚气丹。老杂役给的葫芦，难道是个宝贝？把废丹的精华提纯成了极品丹药，把里面的丹毒和杂质剥离成了这恐怖的剧毒毒水。修仙界，哼，我好像找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大道啊！吃还是不吃？我这5行漏斗灵根，经脉脆弱的跟烂树叶一样，极品聚气丹一口吞下去，会不会直接把我撑爆？先不能吃极品聚气丹。这玩意儿别说我一个捣炉灰的杂役，就算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内门弟子，见到也得眼红的发疯。老天保佑，别把我撑死！原本因为吸入大量丹毒而隐隐作痛的经脉，此刻像久旱逢甘霖的河床，贪婪地吸收着这股纯净灵力。但5行裂灵根的缺点立刻暴露，这股灵气分别涌入金木水火土5条灵根，沿途还在不停地漏掉，漏就漏吧。反正老子现在有的是极品丹药补剑，丹毒被清理出了大半，身体前所未有的轻盈，力气也大了不少。更关键的是，原本犹如死水般死寂的丹田，竟然在极品药力的强行冲刷下，凝聚出了一个拇指大小的灵气气旋。我引气入体，不再是凡人，而是真真正正踏入了炼气1层的修仙者。距离上攻还有半个时辰，刚好够清理痕迹。开工了！3遍锣响不到者，轻则30遍。重则天地火。刘师兄，您看这批新倒下来的炉灰全在这儿了，都是按内门的规矩挑拣的干干净净的。行了行了，赵长老昨天炼制龙虎培元丹失败，赵老发了脾气，说炉灰里肯定混着残余的药性，让我来看看有什么遗漏。你们这帮废物，
要是找出半块带着药性的残渣，本师兄重重有赏。赵长老炸炉，筑基期长老炼制的丹药废渣，里面蕴含的能量和丹毒得多恐怖！要是能弄到一块废渣扔进青皮葫芦里，想想都让人激动。我找到了！不错，果然是龙虎培元丹的残渣，虽然全废了，但带回去给灵兽磨牙还是可以的，赏你的。那东西混在废渣里，没有光泽，也没有灵气变动，但凭我多年在废渣坑里摸爬滚打的直觉，它绝对不一般。虽然失去了所有灵性，但内部蕴含着一股极其狂暴、内敛的火属性丹毒。管你是什么，只要是跟炼丹沾边的废料，这葫芦就能变废为宝。炼气2层，五行杂灵根，正常人卡在引气入体这一关，往往就要耗费大半辈子。而我不仅强行踏入仙门，更在短短半个月内再次突破，直接飙升到炼气2层。这就是把极品丹药当饭吃的快乐吗？枪打出头鸟，一个废灵根的杂役突然突破，绝对会引来管事或者内门的怀疑。如果被抓去盘问，甚至强行搜身，惹来杀身之祸都有可能。完美，用敛息诀将气息压回炼气1层。这样一般人看不出我是炼气2层了。这是什么玩意儿？这绝对不是丹药。半个月前塞进葫芦的是一节枯死碳化的灵属根息，出来的却是一滴纯粹到极致的红色灵液。如果没猜错，这应该是火属性百年灵草被替换后剥离出来的草木精华。赵长老炼制筑基期服用的龙虎培元丹，主要之一好像就是百年赤火参。这青皮葫芦，连烧成煤渣的百年灵药都能把残留的精华榨出来。这玩意儿好是好，但绝不能吃。我才炼气2层，极品聚气丹都只敢刮粉泡水喝，这滴蕴含百年火系狂暴能量的筑基灵液吞下去，根本不用等毒发，当场就会爆体而亡。好东西得留着保命或者换资源。那节百年粮草残渣里的火毒、丹毒杂质，全被葫芦沉淀在这里，隔着葫芦皮都能感觉到那股阴寒与死气。你以后就叫尸骨绝毒水吧，这是我最隐秘也最致命的底牌。哪怕是炼气中期的修士，毫无防备之下沾上这玩意儿，不死也得脱层皮。这几天出奇的平静，每天装病，挥铁耙子刨土，靠每晚1碗丹药泡水，稳固着炼气2层的修为。就这么下去，等修为足够，找个机会就开溜。炼丹房的赤色玉牌，身上丹药味很浓，但眉宇间透着一股杀气，不对劲。张管事，张管事，别耽搁时间了，师叔那边炉火正旺，急需人手。是，刘师兄说的对。今天内门前师都炼制新丹，需要2个噬药童子，这是宗门给你们这些人的恩赐。只要噬药不死，赏下品灵石10块，免去1年劳役。你出列。管事大人，不要啊！我上有老。拿赏钱的时候怎么不叫唤？现在宗门用得着你，你敢推3阻4，拖走！还差一个。完了，百密一疏，这半个月天天拿极品聚气丹当水喝，体内丹毒排空，脸色哪怕抹了锅底牛，也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润。在一群面黄肌瘦的病弱里，简直像黑夜里的萤火虫。那些炼丹师挑人，当然也要挑身子骨扎实的，不然药刚下肚人就死了，还怎么看药效？你那个戴破布口罩的，滚出来！反抗！张管事是炼气5层，旁边2个内门弟子是炼气后期，就算暴露炼气2层修为，用上赤骨绝毒水，也许能弄扫张管事。然后呢？面对整个青木宗的万里追杀，去试药，别人十死无生，但我有青皮葫芦，只要毒药不被瞬间秒杀，在咽下去的一瞬间把毒液转移进葫芦里，未必不能活，也许还能借机进入炼丹房。那是我接触炼丹术，获取更高级废丹的唯一机会。富贵险中求，藏不住就只能硬演了。张
管事，张爷爷饶命啊！小的身子骨弱，是5行废灵根，吃了内门老爷的仙丹，肯定会污染药性的，求您换个人吧。演技浑然天成，没有一丝破绽，这就是底层杂役面临试药时的标准反应。哼，废话真多，师叔要的就是你们这些活人经脉，管你什么废灵根，带走。走。炼丹房，钱师叔，只要今天弄不死我，来日我必让你100倍奉还。钱师叔，2个试药的杂役带到了，连名字都懒得问。在这姓钱的眼里，我们只是2株用来测试药性反应的人形耗材。不要！内门大老爷饶命啊！我不想死。失败了。赤血暴气丹第37次改良，主要赤炎果药性太烈，凡人经脉承受不住，发作时间3息，死因为火毒攻心，经脉寸断，下次需加入冰心草中和。轮到你了，把这颗加入了1钱冰心草的试验品吃下去。老爷，钱大老爷，小的是5行废灵根啊，经脉比他还不如，吃下去肯定直接不行了，试不出药效的，求您换个灵根好点的人来吧。5行废灵根，好，太好了。 5行灵根虽然漏气，但5行俱全，对药性的感知比单灵根还要全面。要是废灵根的经脉都能扛住改饭丹药的冲击，这赤血暴气丹就算是成了。偏执狂，愣着干什么？灌药！这老东西炼的根本不是药，是炸弹。哪怕早有准备，这撕裂般的剧痛还是让我眼前发黑。不能放任不管，3息都撑不过。但如果表现毫发无损，这老东西绝对会把我抓去仔细研究，必须演得逼真。疼，好疼啊！我的肠子烧起来了。死了？等等！好啊！经脉千疮百孔，被药力冲击得一塌糊涂，但这小子体内的一点生机却护住了心脉。他没死，5行废灵根的经脉比纸还薄，居然能扛住老夫改良版的赤血暴气丹，这说明药性中和得很完美，成了，这丹是成了，丹化成了，恭喜师叔神功大成。那这个没死的废灵根怎么处理？拖去乱葬岗埋了？埋什么埋？暴殄天物！这小子生命力异常顽强，简直是100年难遇的极品试药胚子。从今天起，这小子就留在内门炼丹房，以后我炼废的残渣、试药的残次品全归他吃，等他身子骨养好点，再用来测试下一种新药。另外，让他顶替那个去扫茅房的丹童，以后地火室的炉灰和废料就让他负责清理，不准他踏出炼丹主峰半步。是师叔，留在这儿当试药小资，吃炼废的残渣和次品，清理地火室的废料。这老偏执光以为在惩罚我，却不知道这简直是把一只饿红了眼的寻宝鼠直接扔进了无人看管的宗门宝库里。内门炼丹房的核心地带，无数高阶废丹，无数稀有药渣。钱师叔，您可真是我顾某人的大恩人呀！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的废料吃得干干净净，一滴都不剩。老实在这儿待着养伤。这间屋子就在地火室旁边，以后地火室的炉灰你1天清3次。钱师叔要试药的时候，自然会叫你。一个经脉受损，随时可能暴毙的5行废灵根，没有逃跑的能力，更没有防备的价值。内门炼丹峰的地火室区，好地方啊！这间杂物房虽然简陋，但位置极其核心，每天不知有多少内门弟子，甚至筑基长老在这里炼丹。炼丹就会有废债、废丹，别人眼里的垃圾场，在我眼里就是一整个没挂锁的宗门宝库。吸。极品赤血暴气丹，没有一丝狂暴火毒，只有精纯到极致的火属性爆发灵力。原版我吃了当场爆炸，但经过提纯后，如果在战斗中吞下，不仅能瞬间恢复灵气，还能短时间内大幅提升爆发力。这是杀人越货、保命反杀的极品神药。钱师叔啊，钱师叔，你辛辛苦苦改良配方37次，才搞出个带毒的半成品。我用你的毒药过个夜，就弄出了极品的。要是让你知道，估计能直接气得走火入魔吧。不长眼的东西，弄脏了小爷的法衣，把你这身卖了都赔不起。滚去把地上的撒招清干净。真恶心！
对，透明意味着绝对的安全。这是一颗炼废的2阶巨血丹，毒性太猛，好东西。这东西太大了，不好用袖子藏。真是没用，扫个灰都能摔倒，赶紧收拾，赶紧滚出来！是，小人该死，马上就好。火候不对，赤岩草属阳，需用文火慢熬半炷香。赤岩草，文火，半炷香，记下了。没有师傅，没有御剑，我就靠捡垃圾和偷师，硬是在脑子里拼出了一套炼丹理论，粗糙但绝对管用。最后一步收丹，需凝小回春印，把逸散的药气锁住。你那个印诀打成什么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手指抽筋。药理相生相克，火候控制，凝丹印诀，这些炼丹师们写满推演笔记和失败配比的废弃草稿，被他们当垃圾扔掉，却是我唯一的教科书。知识有了，葫芦提纯的100%纯度药液也有了，万事俱备，只欠一个能生火的丹炉。问题是丹炉，那门丹炉都登记在册，少个盖子都能查出是谁干的，不能偷。手里存的7、8颗极品丹药更不能拿出去卖，太扎眼，必须搞个丹炉，用葫芦提纯的精华药液自己炼一些中品或上品的常规丹药，又能卖出好价钱。看来得找个机会去一趟外门的地下黑市。别扫炉灰了，钱师叔的新丹药炼出来了，点名要你去试药。小子，你这半个月骨头养得不错吧？走吧，师叔说了，这次的药性比上次猛10倍。猛10倍？钱师叔，你可真是个送财雄子啊！希望这次提炼出来的宝贝不要让我失望。这叫粉血淬骨丹，我用1阶巅峰妖兽赤炎虎的心血，配合10几种猛药研炼而成。理论上，它能强行烧干凡人的杂血，重塑根骨。不过药力狂暴了点，上一炉我喂了一头1阶妖兽青岩牛，那牛撑了半炷香，最终化为飞灰。哎呀，饶命啊！小的真扛不住啊！牛都没了，小的一口下去连灰都剩不下呀！少废话，你虽然是废5行灵根，但韧性极强。上次的火毒你都能吊住一口气，这次一定能试出完整的药性发作过程。吸，给我狠狠的吸啊！10息，他居然撑了10息才昏死过去，而且肉身没有融化。药效凡人能撑10息，若换成炼气9层的体修，绝对能抗住这淬骨之痛。好耗材，真是极品好耗材，这命硬的，老夫都有些舍不得他死了。给他喂一颗中品补血丹，然后把这3块下品灵石扔给他，告诉他这是宗门赏他的，让他好好养伤。下个月老夫还要用他。走吧。钱师叔，这笔账我给你记在小本本上了，早晚有一天我会跟你算清楚。这一顿罪没白挨，不仅免费获得了一次淬骨体验，更重要的是还有3块下品灵石。这么多年，一个底层杂役干1个月也就半块灵石的工钱，还要被管事克扣。这3块灵石是我人生第一笔巨款，第1桶金到手，该去弄个丹炉了。皮外伤好了，修为也稳了，但这副样子可不行。今晚要去鬼市，得先给自己换张脸。连生我养我的老天爷站在这儿，也认不出这尊容。这条暗道挖了半个多月，终于派上用场了。
老家伙，这败血草都枯成这样了，买回去喂猪猪都不吃，怎么卖？闲烂别买，1块零食3株，不还价。太贵。这破铁锅呢？那是炼丹炉，什么破铁锅？这可是从一个古修洞府里挖出来的黑玄铁丹炉，要不是我急需零食买药，怎么也得卖10块下品零食。古修洞府，我看是从废品堆里刨出来的吧？这裂纹都漏风了，一加热灵气全从缝里跑光，谁拿这玩意儿炼丹？虽然有裂纹，也是正宗黑玄铁打造的。你诚心要2块下品零食拿走？1块零食，加上那3株败血草，再搭几株便宜的萤火草，不行我就走。哎，算我倒霉，成交。别人用这漏风的炉子炼丹，灵气药材杂质受热不均，100%炸炉。但我需要担心杂质吗？葫芦早把药材提纯成了100%纯度的精华药液，我根本不需要这铁锅能生火，能把药液加热凝固成丹丸的形状就行。漏风更好，散热快，成丹更快。面具可以脱，但这世道绝不能少一份防备。这条暗道原本只是条驱鬼式的泥管子，买回黑铁丹炉后，我用了不知多少个深夜，一点点把废土运出去，在暗道中段硬生生拓了个密室。这间杂物房紧挨地火室，地面本就铺着厚重的大青石板，我用钝刀把灰浆剔干净，把一块死石板变成了活动的暗门。在这密闭的土穴里生火炼丹，最致命的不是炸炉，是烟熏和窒息。好在我早留了后手，挖洞时故意将排气通道直接连到隔壁3号地火室的主排烟井。隔壁日夜炼丹，排烟井里终年浓烟滚滚，药味冲天。我这点小黑烟混进去，神仙也闻不出来。暗道通到后山悬崖，正好当进风口。穿堂风一起来，阳气充足，排烟已闭。上有床板掩护，外有内门地火室冲天硫磺味掩盖气味。只要第一炉不炸，以后我就是躺在灵石堆上睡觉的孤岛财主。哈哈哈，果然不出所料，这漏风的破铁锅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无脑炼丹神器。别人怕漏风跑了药效，我用的是100%纯度精华液，跑点水汽根本不伤核心药性，反而完美解决了火候控制拉垮的炸炉危机。眼看炉内绿色药液已变得粘稠，双手笨拙的开始结印凝小回春印。这是什么鬼东西？手印结得太慢，火候也没控制好，这品相也太惨了吧！一道云纹，中品啊，不对，这纯度，这药香。上品，这绝对是无限接近极品的上品回春丹。外表坑坑巴巴带胶斑，一看就是不入流的半吊子炼丹师炼出的残次品。谁会相信这种垃圾外表下包裹着堪比上品丹药的完美药效？只要拿去黑市出售，既能卖出好价钱，又绝不会引起大人物注意。那些底层散修买回去一吃，发现药效比上品还好，以后还不得把我当活菩萨供着？材料费、扫地捡来的废招、柴火费、萤火草几乎为零，设备折旧、破铁锅，1块下品零食还能用很久。1颗中品回春丹黑市价5块下品零食，这5颗按中品价卖就是25块，一本万利。我用最烂的铁锅炖出了一锅绝世好汤，原因无他，食材太逆天了，100%纯度的精华，估计换做是谁来炼也炼不出毒丹来。至于这丑陋的外表，这简直是老天爷在帮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一个毫无背景的人拿出晶莹剔透的上品丹药去卖，不出半条街就会被杀手盯上。顾长生，你死在里面了吗？这都什么时辰了，还不滚出来去3号地火室清扫炉灰？内门师兄炼丹的地方要是脏了，我饶不了你！李爷息怒，小的昨晚毒性又发作了，疼得起不来床，这才误了时辰，小的这就去。真是个命硬的废物，中了2回毒都没死透，赶紧拿上扫帚滚过去。钱师叔今天脾气不好，你要是扫不干净，我饶不了你。是，多谢提醒。跳梁小丑罢了，等我第一批丹药变现，换了毒针和逆袭符，第一个就拿你开刀，来祭我顾某人的先路。老规矩，凡是看着带点颜色的残渣，统统进我袖子。这手法，最老练的把手看了都得直呼内行。干完了，要不是我刚才替你顶着，钱师叔早就拿你点天灯了。怎么谢我啊？李爷，这是小人攒的口粮，您要是不嫌弃。拿这种东西糊弄我？我听说前几天你是药没死，钱师叔赏了你3块下品零食，拿来就当孝敬你李爷的保护费了。李爷，那可是小人的买命钱啊！小人这几天买药疗伤已经花光了，真的1块都没了。放屁！
你个命贱的人，吃得起灵药？只要这家伙的手敢伸进我怀里摸到那4颗极品丹药，我绝不介意现在就给他来个透心凉。辣子，你在这磨蹭什么？6号地火石又要清灰了，赶紧带人过去。算你运气好，今晚洗干脖子等着。你要是不把灵石交出来，我明天就把你塞进地火石当柴烧。今晚，真巧，我也是这么想的。从小在市井摸爬滚打的经验告诉我，谨慎的人绝不在同一个月使用同一套马甲。这破药根本止不住血，我今天怕是要折在这儿了。要疗伤药吗？解毒生魔管用。什么药？什么价？你可别拿垃圾糊弄我！老东西，你消遣我，拿颗羊粪蛋来当疗伤药？这纯净度，上品回春丹有这等品相。老朽早年炼丹炸了炉，这几颗回春丹出炉时被烟火熏了外皮，虽然卖相难看，但内里的药效比市面上的中品丹药强5成以上。卖相难看算个屁，只要能救命，就算是真羊粪我也嚼了。前辈，这药怎么卖？5块下品灵石1颗，要是不见效，你大可一刀劈了老朽。4颗我全要了。20块下品灵石加上之前的底子，22块灵石的身家，赚钱的感觉真爽。老客好眼光，这本火针术虽然是1阶下品，但胜在发动快，耗灵少，好用。多少？火针术8块，3张金刚符3块，一共11块。10块，成交。无声袖剑，3块灵石，附赠10根淬过凡俗剧毒的金刚毒针。低阶修士斗法往往忽略凡俗武器，没有灵力晃动的袖剑，往往比法术更致命。采购完毕，口袋里还剩5块灵石保底，打道回府。毒上加毒，神仙难救。顾长生，我昨天跟你说的话，你当放屁是不是？3块灵石交出来，不然今天不仅要你的命，我还要把你扔进地火室。李爷别打，我给还不行吗？这可是你要的。算你识相，赶紧拿出来，磨磨蹭蹭的。穷鬼，输的就剩裤衩了，还敢来学人抢劫？5块灵石，蚊子腿也是肉。这把黄铜钥匙，杂役小头目地火师备用钥匙，好东西。李爷，走好，下辈子投胎眼睛擦亮点，别惹看起来快死的人。李浪子，死哪儿去了？前师叔要开炉炼丹，这家伙居然敢见不到人影。回师师兄的话，李爷他，你怎么还在这儿？李辣子呢？他今早说什么赌房催债要命，不干了，下山避风头去了。什么？这个烂赌鬼欠了外门赌房的债，居然敢擅离职守跑路，简直找死！孙师兄对这话没有半分怀疑。李赖子烂赌成性，人尽皆知，欠债在杂役圈已不是秘密。现在去哪儿找个懂地火师规矩的人来接手？孙氏规矩小人懂，小人不要工钱，只要能赏口饭吃。李爷的活，小人一个人全包了。你这风吹就倒的德行，能干得了？能，小人干活绝对尽心尽力。行，算你小子机灵，以后地火师的钥匙归你管了。要是敢偷懒，我拿你试问。多谢孙师兄提拔，小人万死不辞。升职了，不仅洗脱了嫌疑，还正大光明拿到了整个地火室区域的钥匙，搬进更靠近炼丹核心区的甲字号房。以后所有高级废丹、极品废料，我可以第一时间截胡，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富贵险中求，古人诚不欺我。掌管了钥匙后，油水肥的流油。这些是炼废的3阶疗伤药残渣，火候不对，凝结成了废铁块。在别人眼里是必须花钱请人清理的剧毒垃圾，在我眼里，这是纯度极高的3阶灵草，是比低阶废丹肥10倍的好东西。这哪里是干苦力，这是我顾某人的私人药田。火针
针术，将火灵根力极度压缩成肉眼难见的细针，3丈内射入体内，火针立刻爆炸。火毒攻击是有了，但修为还是太低，2个月把极品丹药当糖吃，也才推到炼气3层巅峰。五行废灵根的进阶壁垒比丹灵根厚了10倍，就是戳不破。该再去一趟鬼市，买几株刺激性的灵草强行冲围了。我才炼气3层啊，连个法术都不会放，去了不是送死吗？我不想去。宗门养你们这么久，是时候为宗门尽忠了。谁再敢扰乱军心，这就是下场。冲锋营，天塌了！镇魔大战爆发，长老们为了保住灵矿，毫不犹豫地把底层杂役当消耗品。限时3天，我已经是炼气3重巅峰，绝对在征兆之列。如果去前线，不仅要当肉盾，说不定还会被魔修抓去。青木宗这艘破船要沉了，不能陪他们一起死。跑路，必须趁着宗门大乱，带着全部身家，彻底逃出青木宗。该死，这帮老狐狸动作居然这么快，连外围死角都封死了。若是刚才贸然硬闯，下场绝不会比这块石头好多少。这异木天罗阵，传闻就连筑基后期修士强行突破都要损耗修为，根本不是我炼气3层能够抗衡的。所有退路全被封死，宗门全域封禁。既然孤身无法逃离，只能跟着宗门队伍一同出征。大军启程，必定会开启阵门放行。到了外界战阵纷乱之时，才是我脱身远走的唯一强击。喂，都给老子进去！谁敢慢一步，直接扔下山崖！前路凶险难测，魔修战力强悍，我们此行怕是凶多吉少。安分守己，再有人肆意喧哗扰乱军心，绝不轻饶。非洲有2名筑基长老坐镇，更有上百名内门精英守护，强行突围无异于自寻死路。只要非洲遭遇伏击，护阵必然受损。底仓本就是防御最薄弱之处，届时便是我的机会。怎么回事？非洲要失控了！敌袭！血煞宗魔修来袭接传，所有人速速结阵御敌！风起了，是时候准备脱身了。青木宗的伪贱子们，爷爷来取你们的性命了！哦，管事，炼气5层的血气勉强能塞压缝了。你们这些人，给老子挡住他！挡住他！顾长生，你不是说万死不辞吗？给老子顶上去！张管事，借你肉身一用。什么鬼东西！有剧毒！退！快退！青木宗的各位老爷，祝你们在前线五运昌昌。顾某人就不奉陪了。1阶下品金刚符起。自由了。
火压术，将火系灵力极致压缩，凝而不发，伺机引爆。这群平门正派居然把这么阴狠的偷袭法当成炼丹控火的小把戏来用，真是暴殄天物。不过，这简直是为灵力少得可怜的废灵根量身定做的制敌神技。一阶中品法术火压术，将火系灵力压缩成极不稳定的火压形态，附着在物体上，延时引爆。去！6次，以我现在的灵力储备，连续施展6次火压术已经是极限，但够了。6洞火压就是6颗无声的高爆炸药，有了它，加上毒针和火针术，这修仙界的黑市，我顾某人算是有了立足的本钱。客官，上好的血纹草只要3块下品灵石，1阶妖兽铁甲，炼器的好材料啊！从落魂岭逃出来，在荒山野岭里转了2个月，白天睡觉，晚上赶路，靠着极品回春丹和聚气丹，伤全养好了，修为到了炼气4层，神识出生，3指之内有了最基础的预警能力。在散修坊市，最不缺的就是污染灵草和炼废的残渣，别人买回去是废物，但对我来说，这全是极品原料。炼丹的原料够了，现在最缺的是一个能隔绝神识的隐匿阵盘。没有阵法保护的岩洞，等于脱光衣服睡在大街上。这女人身上绝对带着能屏蔽神识的高阶法器，或修了极高明的隐秘功法。这种有真本事却在角落摆烂摊的人，才是真正能交易到好货且不容易惹麻烦的对象。店家，这阵盘怎么卖？左边那个小迷踪阵10块下品灵石，右边那个土甲防御阵15块，概不还价。道友这阵纹刻的很是狂放啊，不过这土甲阵的阵眼处似乎用金瑞砂替换了原本的厚凯石、土生金，这不光是防御阵，还暗藏了一招金针反刺的杀阵吧？看来道友是个行家，既然看出来了，那就20块下品灵石，带杀阵的防御盘，这价格在雾影峡你找不到第2家。成交。20块下品灵石对底层炼器散究绝对是一笔巨款，这人掏钱连眼都不眨，要么是肥羊，要么是猛虎。道友爽快。道友这阵盘我极满意，不过在下初来乍到，手里有几颗成色不佳的疗伤丹药想出手，不知这坊子里哪家商铺的口碑好写不齐声？去东街的百药阁吧，大商会的产业，价格公道，也不会黑你那几颗破丹药。多谢道友指点，作为回报，这颗卖相不好的回春丹就送给道友了。这怎么可能？这绝不是什么劣质丹药的杂质，这是药效被极度压缩提持后形成的丹玉，不，绝对是完美品质，可能是极品回春丹，而且是手法极其诡异，故意在外面裹了一层废渣来掩人鱼目的伪装。看破我的阵中暗阵，随手送出一颗伪装成垃圾的极品丹药。这雾影峡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尊手段通天却又谨慎到变态的高人？九死一生换来的买命钱，我的骨头都疼了，但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有了这阵法，这里才算是真正的道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干了。之前在内门地火室搜刮的高阶废丹渣，早被葫芦全部提纯成了极品药液精华，用那破铁锅炖出来的羊粪蛋，除了送出去钓鱼的那颗，身上还有不少存货。爽！炼气3层巅峰，破！炼气4层。有极品仙丹当饭吃，这修炼速度，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羡慕。算算时间，3天已过，去看看那个麻子脸女修，把我那颗羊粪蛋卖出个什么名堂了。那戴斗笠的家伙，不会是虚晃一枪吧？道友来得挺早啊！我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他是什么时候摸到我身后的。哼，装神弄鬼！你给的那颗丑丹，我出手了。买家是一个常年在刀口舔血的猎妖小队队长，我按上品丹药的价格卖的，10块下品灵石，扣除我的2成抽成，这里是8块下品灵石，你点点。道友果然是个做买卖的奇才。既然如此，以后每个月我给你提供10颗同样的丹药，你来散货，规矩照旧，如何？1个月10颗极品，好，这买卖我接了。但如果出事，谁被擒了，绝不牵连对方。合理。那么拜托道友打听的功法，可有眉目了？有，这是我以前机缘巧合得到的一门残本功法，
据说是上古时期某个顶级宗门的奠基功法，修炼出来的灵力越浑厚，但有个致命的缺点，它是残本，只能修炼到筑基初期，里面被人胡乱加了许多批注和修改，强行修炼，十有八九会走火入魔。哦，这种害人的玩意儿，道友也拿来糊弄我？如果是完整的上古功法，你拿1000块灵石我都不会卖。这功法虽然坑人，但里面记载的五行相生、填补经脉的法门却是实打实的。你是炼丹师，精神力远超常人，自己慢慢推演去伪存真，未必不能用。一口价，这枚玉简换你10颗丑丹，外加5颗同品质的聚气丹，如何？成交。里面有15颗，玉简扔过来，只要道友不坑我，买卖自然长久。告辞。这女人警惕性极高，听到我提功法时，她的呼吸停滞了一瞬。她手里不仅有销路，甚至背后还有大势力的底蕴。不怕你贪婪，就怕你无欲无求。只要你上了我这条极品丹药的贼船，早晚把你的家底都给榨干。这本功法的原本确实精妙绝伦，但这玉简里密密麻麻全是后人狗尾续貂的修改痕迹，这哪是功法，分明是一本修仙界花样作死指南。难怪他敢拿出来卖，这玩意儿谁练谁出事。等去伪存真，那得猴年马月去了。哼，葫芦大爷，你连烧成灰的灵药精华都能榨出来，这玉简里的杂质和精神污染应该也能抽干净吧？有戏！以五行废灵根为基，化五脏为天地熔炉，相生相克，生生不息。这哪里是功法？这分明是违背常理的逆天大道。敌袭！劣质阵法也想挡住我们哥仨？朋友藏得挺深啊。不过你这劣质的寻香粉可是撒了一路，想甩掉我们黑风三煞。寻香粉是黑道那些看似路人撞了我一下，我居然大意了，果然不能露白。里面的小子听着，乖乖的把灵石还有丹药全部交出来，否则等我们哥仨破了这破阵，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3个的修为全在炼气5层以上，我现在不过炼气4层，同时面对3个实战经验丰富的悍匪，也是9死1生。交钱，顾某人的钱，妄想！给我破！给我破！人呢？怎么没影子？不好，有埋伏！散开！该死！杀了他！连发6只火鸦，还强行凝聚了1只木生火的巨鸦，这越界杀人的代价确实够大。不过这3个送财童子的储物袋，刚好够我闭关冲击炼气5层了。这3个好心人送来的资源果然够肥。2阶迷踪幻阵，刚好用来补上被破坏的大门。有了这批资源打底，就算把灵石吸干，我也要冲破这层壁垒。闭关，不破5层不出关。岁月如梭，五行断灵，壁垒破碎，炼气5层。炼气5层，五行闭环，滴水不漏。有了这完美真元的加持，现在的我，就算站在炼气9层巅峰面前，对方也休想看穿我的深浅。闭关1个月，该去收网了。下一步的发财大计，还指望那位苏掌柜呢。道友，这是上次丹药的尾款，150块下品灵石。你的丹药在黑市已经被炒疯了，
现在有几个筑基期的散修猎王都在打听这药的来历。道友没把我卖了吧？卖了你，我去哪儿买药？不过这段时间你最好别再大量出货了，风头太紧，容易惹祸上身。明白，那就先避避风头。等一下，不卖药，不知道阁下对挖草有没有兴趣？挖草？再过半个月，100年开启一次的血色妖灵秘境就要开启了，最外围盛产各种炼丹所需的珍稀灵草。我手里刚好有2个散修采药名额，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炼丹师，配合我在外围炼制解毒丹。去不去捞一笔大的？不去，我还没活够呢。血色妖灵秘境，那是修仙界公认的炼狱，每次开启，大宗门天骄杀得血流成河，散修当采药炮灰，生还率不到1成。我有极品功法，有葫芦，慢慢发育，凭什么去拼命？阁下难道就不想筑基吗？炼制筑基丹的3味主药紫猴花、灵果、玉嘴枝，早就被几大宗门联手垄断了，唯有100年开启一次的秘境才有出产。难道你想一辈子卡在炼气期？我不奢望抢到成熟主药，但只要能搞到幼苗或残废品，葫芦就能提存成极品。我们只在最外围的毒瘴沼泽挖幼苗，我有最顶级的防毒隐匿阵盘，你有极品解毒丹，咱们挖个坑1吨，别人打生打死，我们闷声发财，如何？所得之物如何分配？药材你7我3，成交。那半个月后，坊市外的枯树林集合。铁剑门的散修采药牌，还有这张千机符，静玄无时捏碎，能保证我们传送到同一区域。此去血色妖灵足有千里之遥。我雇了一艘黑市的灵舟客船，虽贵了些，但胜在安稳。坐灵舟太招摇了，我在路边摊子上买的2块下品灵石1只，输入1点灵力就能自己飞。你兜里揣着大把的灵石，就让我们骑这个去？苏道友，这叫财不外露，人家神识一扫，都会嫌咱们穷得可怜，安全，懂吗？进秘境，每个人出来的时候必须撞销10株以上的灵草，否则按宗规人惩不贷。借。血色幽灵，这煞气果然够劲。是沼泽巨鳄，专等落单的猎物。咱们等它彻底潜入水下再走。赤血藤，一阶上品灵草，提炼气血的极品材料。大哥，快看，是赤血藤！运气不错，老2去挖草，老3警戒。是。 3个狠角色，还有一个炼气6层，要不要动手？太浪费了，这赤血藤我看上了，就是我的。去。老3，混账，敢暗算我们黑水3鬼！送你洗个脸。木生火，去。来都来了，就别走了。你刚才那只赤白色的巨型火鸦，居然瞬间秒杀了一个有防备的炼气6层，你那火鸦术的威力也太离谱了。出门在外，总得留点底牌。在下闭关这1个月，侥幸把控火法术练熟了点，火气大罢了。怪物！此地不宜久留，马上会有大批妖兽赶来。苏道友，咱们去前面找个安全的地方暂避。我这刚才动用秘法，有些经脉受损，需要打坐调息一下。富贵险中求，古人诚不欺我。这可是破境的10全大补汤。给我破！炼气6层。别人在秘境里为了半株灵草争得头破血流，我收来直接当糖丸吞，瞬息突破。调息完了，勉强压住伤势了。这秘境确实凶险，咱们接下来还是得更小心些。走吧，苏道友，咱们去看看前面还有没有灵草。
前面就是内外围的分界线，琉璃幻叶林了。那些树木通体如水晶琉璃，树叶极其锋利，能轻易划破炼气期的护盾，而且花粉带有微弱的置换作用。各大宗门的散修基本都会在那里聚集休整。人多好啊！既然别人都帮咱们踩好了，咱们只需要去收过路费就行了。嘘，前面有动静，还是条大鱼。是天剑宗的那门弟子，领头那个拿着折扇的叫白玉飞，据说他已经是炼气7层巅峰，随时可能突破8层。另外2个跟包也是炼气6层。真是一群穷鬼，10几个人加起来，连一株50年份的紫麦草都没有。杀他们简直是脏了本公子的剑。白师兄息怒，咱们不如就在这里守株待兔，等他们采到了好东西，咱们再连本带利收过来，岂不是省了咱们的力气？哼，说的也是，去将这些处理掉，免得引来2阶妖兽，坏了本公子的兴致。是。炼气7层巅峰啊，刚刚突破炼气6层，正愁找不到高级货色测试5行真元的极限。这3个天剑宗的肥羊，他们抢来的储物袋里绝对装满了最极品的灵药。救命！救命啊！前辈救我！他们要杀我！100年火候的赤焰莲，这可是炼制极品筑基期火系丹药的绝佳辅料，在外界至少能卖到500块下品灵石，有价无市。一个小小炼气3层散修，居然能采到这种狗屎月！小子，把东西拿来，本公子可以考虑保你一命。不行，这是我拼了命换来的买命钱啊！仙长不能强抢啊！找死！白公子，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乱摸的。木生火，炎压噬心。去！白师兄死了！跑，快跑！这是个怪物！既然来了，就都留下吧。跟他拼了！你。一口气放6只火鸦，果然还是有点耗费真元。炼气6层的灵力厚度，施展起法术来终于有了游刃有余的快感。你刚才杀那个白玉飞连3息都不到吧？这就是你说的逃命法门？他太轻敌，赶紧把东西拿走，咱们得换个地方了。这白玉飞可是天剑宗的宝贝疙瘩，他死了，这血色妖灵外围恐怕要翻天了。名门正派的天骄们既然喜欢玩黑吃黑，那咱们就给他们好好上一课。发财了！名门大派的内门弟子，身家果然不是底层散修能比的。光下品灵石就有400多块，几瓶中品聚气丹、上品回春丹，2把中品法器长剑，还有一大堆散修储物袋。这2人没少做无本买卖。这2把飞剑刻着铁剑门的暗记，拿去黑市卖，不仅卖不上价，还会被顺藤摸瓜。我是个本分人，不沾这晦气东西。飞剑归我，我能把它们融了，提取里面的精金，用来刻画2阶阵盘。这些破烂只要进了葫芦，那就是妥妥的极品灵液。我们好像真的要发财了，发大财！黑无崖，距离我们这里大概3里地的一处毒瘴深渊。这地方怎么了？这地图上有铁剑门内门长老留下的密语辟注，黑无崖底有一株玉髓枝，而且已经长了50年，即将成熟脱落幼果。玉髓枝，炼制筑基丹的3味核心主要之一。不对，炼制筑基丹的主药起码得300年份以上才行。50年份的玉梅枝，药力根本不足以支撑筑基，顶多算一味普通的高阶疗伤药。铁剑门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半成品特意标注？你懂什么？大宗门想要培育筑基灵药，秘境里的环境是最完美的，他们是来记录位置和采半生草的。别人嫌弃50年份的，可这就是我完美筑基的登天梯。这玉髓枝我要了，哪怕是连根刨，我也得把它刨走。你疯了？就凭你这刚突破的炼气5层，去给他塞牙缝吗？道友，你看看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这是2阶引兽香。嘿嘿，瞌睡来了送枕头。那2个倒霉蛋既然准备了引兽香，这不顺手牵羊，简直是对不起老天爷的安排。太冒险了，就算有引兽香，引开蜈蚣的时间也极其有限。一旦他中途折返，在这尽飞的毒瘴里，我们连跑都跑不掉。你不是还有2阶小云幻阵吗？我们配合，事成之后玉髓枝归我，但作为补偿，能修复你根本暗伤的护脉丹。护脉丹，如果不能根除，这辈子都别想再回家族报仇。此话当真？在下以心魔起誓。好，成交。真的是玉梅枝？怎么了？情况不对，铁甲黑蜈蚣不仅发狂了，更要命的是，崖底除了玉髓枝，还有2拨人在打，修为都极其恐怖。血
血煞宗的魔修，领头的光头至少是炼气9层，那几个青衣修士是谁？好像快撑不住了。熟人了，他们居然没死，还跑到这里来抢玉髓枝。该死，被他们捷足先登了。这帮人实力太强，这种级别的混战，我们不可能插不上手。撤吧。撤？为什么要撤？苏道友，咱们就在这儿好好看戏，等他们咬得两败俱伤，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我就下去给他们送一份终生难忘的大礼。下面打疯了。不仅有1阶巅峰的铁甲黑蜈蚣，还有4个血煞宗的炼气后期魔修。等等，被魔修和妖兽夹击在中间的那些人是谁？熟人啊，他们居然没死在非洲坠毁里，还跑到这里来抢玉髓枝。好啊！这几个魔修实力极强，那光头快炼气9层了。我们要不要趁他们两败俱伤，动手抢药？别急，让他们再咬一会儿。血骨门的杂种，我青木宗与你们势不两立！嘿嘿，钱老鬼，乖乖交出你们内围采到的高阶灵药，本座可以留你一条全尸。看来这株玉髓枝，还有你的储物袋，都是本座的了。机会来了，苏道友，你的那套小须魔幻阵能瞒过炼气8层魔修的神识感知多久？那魔修虽然重伤，但神识极其敏锐。如果我在崖顶强行催动阵盘，最多只能将他周围1丈内的空间冥蔽3息。3息之后，我的神识就会被他的真元反噬。足够了，动手！得救了！有宗门的高人前辈来救我了，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你没死在非洲上，你是顾长生？刚才那恐怖的火系法术是你放的？这怎么可能？你只是个废灵根的杂役。你不能拿，那是我拼了命才……钱师叔，这株玉髓枝，就当是您当年喂我吃那颗毒药，提前支付的试药费了。不，你不能走，你带我走！我是内门执事，我可以给你无尽的资源。顾长生，你敢见死不救，玄武宗绝不会放过你！啊！看什么看？没见过重伤吐血的散修吗？我只是在算，这等容貌若是挂在黑市的悬赏档上，能值多少极品灵石？赶紧把这颗极品生骨丹吃了。财神爷要是没了，我的买卖不就没销路了？嘴硬的混蛋！这是……白玉飞的魂牌碎了，老夫必将杀我独孙的凶手碎尸万段，为我孙报仇雪恨。本座的4大亲传血士也死在了里面。今天，不管你们是散修还是哪个宗门的天骄，所有从秘境里出来的人，全部交出储物袋，放开神识接受探查。找不出真凶，你们所有人都得给我徒儿偿命。前面还有30个人，左边是天剑宗的问心镜，右边是血河老怪的搜魂手。今天这关，怕是混不过去了。搜魂！我没有，老祖饶命啊！废物，不是他，下一个。阿弥陀佛，血河施主为了一己私怨，强行搜魂数百低阶修徒，未免也太不把联盟中的规矩放在眼里了吧？救星来了！
星海商盟。金算子，星海联盟3大太上长老之一，万宝楼背后的靠山，元婴初期大能。金胖子，你这是要插手我雪煞宗和天剑宗的私仇？私仇我不管，但底下这些散修有不少是我星海商盟外围的灵农和采药客，要找凶手，要么拿证据，要么用问心镜。谁敢动用损伤神识的邪术毁我商盟根基，休怪老夫不讲情面。老夫不介意，现在就送他上路。好一个星海商盟！既然金前辈发话了，本座自然要给面子。不探查神识可以，但本座要用血灵引，只要谁身上沾了我徒儿死前的气息，本座立刻带走。只要不伤及无辜，随意。血灵引，一种极其难缠的追踪秘术。虽然烧了魔修的储物袋，但我们在黑乌崖跟魔修近距离接触过，还挖走了玉嘴枝，身上绝对残留了气息。怎么办？我的隐匿阵盘防不住这种追踪秘术。且慢！小子，你想找死？血河前辈，天剑宗的白长老，你们不用找了。你们的亲传弟子和独孙都是我杀的。一个炼气3层的废物，杀了天剑宗第一天才和血煞宗4个精锐，这牛皮吹得连天道都不信吧？狂妄庶子，敢戏弄本座！本座这就让你尝尝万毒情蛊的滋味。慢着！你手里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是玩毒的祖宗，别人感知不，但我一眼认出，这是融合5大极毒本源的五行寂灭毒液。它不伤肉体，专附神魂道基，一旦挥发，在场几千人，包括我在内，全会金丹碎裂，道基尽毁。不过是我平时喜欢瞎配的偏门毒药。血河前辈若不信，我现在就倒出来，大家一起试试，看是你的功法硬，还是我这万物归寂散够劲儿。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这还打个屁！这毒倒出来，我最多剩半条命，血煞宗几百精锐全得交代在这儿。算你狠！今日之事，本座记下了。撤！金前辈，为吓退他们，我这瓶毒药泄露了一丝本源，损失惨重。听闻商盟最重规矩，最护短。今日我帮你们保住了几百个外围灵农的性命，不知商盟可有什么奖励？我本想出来装个杯卖个人情，结果风头全被这炼气期老六抢了，现在还被他反咬一口要钱。你想要什么？但我也不敢惹这个疯子啊！在下只要一样东西。听说联盟宝库里有一小块极其鸡肋的9天息赏残片，我最近研究偏方正需要它，不知金前辈能否割爱？好，给你，带着你的人上非洲，跟老夫回苍雾仙城。土系至宝到手了。苏掌柜，还愣着干什么？有免费的元婴豪华飞船坐，咱们去苍乌仙城发大财。苍梧仙城，这修仙界的深水区，我顾某人来了。